女性朋友在生理期期间能不能来普陀山，这是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个问题。但是听完下面这个故事呀，也许能够让您从中找到答案。相传在古代的时候，有姑嫂二人发愿要来普陀山朝拜观音大士。由于家里比较穷，攒了好几年的钱，终于坐船抵达了普陀山。在船只即将靠岸登岛的时候，小姑子突然就捂着肚子对嫂嫂说：“嫂嫂呀，我恐怕不能够陪你一同进山了。”这时候嫂子就非常诧异地问道：“什么原因呀？”小姑子非常难为情地说：“我今天天魁来了。”天魁在古代就是女性的生理期。嫂子听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地责备道：“我们历经了千难万险，终于抵达了这座灵山，你却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，你是如此的没有福气呀！”于是就留下小姑子一个人在船上，独自就进山去朝拜了。可是谁知道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大海开始涨潮，随着潮水的上涨，船只逐渐就远离了岸边。这个时候小姑子在船上又担心又害怕，肚子又非常的饥饿，船上也没有任何可以解饥的食物。就在这时，小姑子发现了岸边从这个位置走过来一位老婆婆，手里提着竹篮。只见老婆婆从岸边捡了几块石头扔进海里，谁想到这些石头竟然浮出了水面。老婆婆便踏着这些石块来到了小姑子的船上，将手中的竹篮放在了小姑子的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你嫂子在寺院当中委托我给你送来的饭菜，并且嘱咐说吃饱了饭你也可以进山去朝拜。生理反应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改变的，但是你只要内心干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说完以后，小姑子还没来得及答谢这位老婆婆，她就消失了。等到嫂子傍晚时分从普陀山朝拜完成回到船上以后，小姑子就跟她说起了这件事。嫂子感觉非常的诧异，因为当时她在寺院当中没有找过任何人来给小姑子送饭。但是她回想一下，当时在寺院当中朝拜的时候，发现观音大士的衣角是湿漉漉的，这下她才恍然大悟。两人就一致认为，中午小姑子遇到的那位老婆婆应该就是观音大士的化身。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发现，虽然小姑子认为自己生理期期间身子不干净，不敢进山朝拜，但是由于她的一片至诚之心，心灵非常的清洁，观音大士不忍小姑子在船上挨饿受苦，便化身老婆婆给小姑子送饭。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出现生理期的道理呢？但是只要心灵洁净，那可比身体上的洁净更加的重要。所以女性在生理期期间是完全可以进入到普陀山，进入到寺院去朝拜的。关注我，我是阿波，下个视频跟大家讲一讲南海观音大铜像的神奇故事。